这是我们初学换刃时的动作，僵硬、速度慢、重心不稳。而且为了快速的转板，你很有可能用身体其他部位来代偿，你会打破人板一体的这种稳定结构，让你换刃过程中更容易摔跤。而这是我们学会核心发力之后的换刃，灵活、快速而又准确。怎样才能激活你的核心，彻底颠覆你的换刃呢？今天我们就要用3个动作帮你找到核心发力的感觉。大家好，我是瑞士滑雪教练 KK， 欢迎来到我们单板进阶流畅换刃的第3期核心带转。我们今天就要学习怎么样用核心带转完全颠覆你对单板换刃的认知，让你单板滑雪更上一个层次。什么是核心带转呢？核心带转是单板滑雪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，在 KAZ 滑雪体系中，甚至把它列为了最重要的3个核心技能之一，也叫 Turning with the lower body。当你用上半身，比如说肩膀带着你的板去转的时候，就像写字的时候握着笔的末端，它很难控制的精确和稳定，在纸上写一手漂亮的字。而核心带转就像我们握住了笔的中下部，极大的增加你对笔尖的控制，而在滑雪中会极大增加你对雪板的控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感觉每一次转弯腹肌都在发力，上半身就像一个静止的乘客，安安静静的坐在你的胯上，而你的胯通过核心的发力，在身体的两侧不断的画圆。一旦掌握，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感觉。我们要练习的第1个动作就是核心带转的落叶飘。我们先来试试前刃，首先面朝坡上，让自己的视线看向坡上的一个点，保持一个静止的上半身，然后试着用腹肌发力来控制雪板的转向。在这个练习中，为了让胯转动的感觉更明显，你可以把手放在自己的胯的两侧，来感受它的每一次转动。你会感觉你在用核心发力，让下半身主动的向两侧扭动，而不是靠上半身去带动。找到前刃的感觉之后，我们也来试一试后刃的落叶飘，让自己面朝坡下，同样的视线看向坡下的一个点，然后用核心发力去控制雪板的转向，用手扶在胯的两侧去感受这个过程中胯的转动。当你熟练掌握核心带转的落叶飘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下一个练习，上半身静止的花瓣弯。我们在向一个方向走的时候呢，每一次转弯都转一个 J 型弯，连续向一个方向的 J 型弯转动，在这个过程中感受你的胯核心带着板的旋转。现在我用前刃的右脚前刃示范一下，我们在这边走的时候，多感受一下有你的胯带着雪板转的这个感觉，你会发现你的核心是收紧的。我们再换一下后刃，由核心带着下半身在水平的方向有这个转动。如果我把手伸出来，你可以看到我的核心在一次一次这样画圆。好，你用手扶在你的胯上，会感觉更明显，你的胯在水平方向的旋转。好，往左边来一下。这个其实和我们的落叶飘有点像，只不过在落叶飘的过程中，我们多往一个方向转，多感受由胯带着身体转动的这个感觉。当你熟练的时候，可以加快这个转动的节奏。当多练习这个动作，感受你的胯带着雪板转动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感觉带到正常的换刃中。我们先做一个由胯带转的换刃。记住，你的上半身做一个安静的乘客，坐在你的胯上，让你的胯带着你的下半身转。好，我们再做一个后刃换前刃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把之前上下一体的换刃和现在核心发力的换刃放在一起对比，你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差距。在之前，我们上半身一直在板的两侧晃动，而现在我们几乎一直保持着和水面垂直的上半身。在之前，我们靠上半身的倾倒立刃，而现在我们靠腹肌把腿从身体的一侧摆到另外一侧来立刃。在之前，我们换刃前快后慢，总是先加速又减速，而现在我们在整个换刃中都保持了对雪板的控制，速度更加均匀，滑过的弯形也更加圆润。这就是我们核心带转想要达到的目的。这个时候，当你已经激活了你的胯，你应该会感觉到在旋转的过程中，你的胯在发力，继续让胯在自己稍微画圆。
熟练这个感觉就，你就可以把这个跨带转的感觉连续起来，让你的每一次的换刃都变得更加流畅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单板进阶的第2课，核心带转了。当你掌握了这种发力方式，你的每一次换刃都和以前不一样了。这也是单板进阶过程中最重要的感觉之一。我们在之后的大山野雪和刻滑中，还会重新提到核心带转这个技能，多多练习对你的单板提高和进阶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再下一步，我们就要提高我们的刃上平衡。我们会详细研究2种最常见的摔跤模式，包括卡刃和倾倒。这2种摔跤的模式是由完全不同的2个原因导致的，而我们会详细研究其中的原因，让你了解卡刃和倾倒背后的底层逻辑，最后用一套练习的方法，让你的摔跤减少90%。好，我是 KK，我们下期再见。